成，九哲教练又能不能把他拦下来？微博这边只要稳冲就行，他后面这种一定是非常好，第6把这种就算有第6把这种一定是非常好打的。来，进入到双方的第5把的 BP。蓝色方的北京微博先搬掉鲁班大师，在这个时候是一定不会把鲁班大师放给 TTG， 对，不可能对，坚决不会放的。少思源 TTG 也给他搬掉了。哦，这把微博是搬了曹操，然后放了空空儿，的眼镜掉了，眼镜掉了。关键时刻有一些场外的因素，希望也不要影响到九哲教练。但是他表情变大，他还笑了。应该没什么事儿，因为 BP 上的话应该都已经想的差不多了。是的，这把微博应该会出苏烈，因为他放了空空儿，那肯定是直接用一手苏烈来让你不敢出这个空。长城在，故乡就在。苏烈，1楼先把苏烈拿了。来看 TTG 这边怎么选了。TTG 他如果硬出空的话，就空大司命加一个戈亚，可以配这一套，或者是加小乔这种，就是我中野辅，或者是一个中射辅，抱着能一波打出很高伤害的一套组合。其实拿张飞确实能够一些程度影响到苏烈的。对，主要踢九哲那边出了个张飞，说明他想着我还有下一把，这把不急，他不急，这说明他这把是比较凶有程度的。张飞大司命。大司命在这个赛季嘉兴的手中11战7胜，高胜率英雄。大司命是比较好打出的。驰骋草原，苍立深渊。这把 TTG 还有个关羽。这边没人能在喵的暴躁节奏里战胜沈梦溪和苍在这局比赛都来到了北京微博的手中。微博这把对线强度很高，对，中轴也比较扎实。虽然说对面有个张飞啊，提前做好了准备。来吧 ，TTG， 海月，防守后置位的野蛇。微博是会出，如果是你大司命加张飞这样一个组合的话，暖阳这边很可能出个纳可露露，或者是用一个阿古朵出一个闪电匕首加末世这样的一个装备，打前排。打得比较痛的一种。对，而且今天暖阳到目前为止是用了1把凯、1把夏侯惇、1把裴擒虎、1把橘右京，是50%的弹野，50%的野核，也就意味着他的英雄野核英雄池还有非常非常多。阿古朵搬掉，因为现在阿古朵确实出红刀，出那个电刀、闪电匕首，不是闪电匕首，是那个闪电隐刃那一套是吧？不是闪电匕首加末世，对，闪电匕首那一套是的，抽前排特别痛。对，就打大司命特别好打，对，就是双法球流那套。蒙恬搬掉了。也限制一下你的边野的组合，但是这把有个海月在，确实野核不好发挥啊。微博的话是搬掉了轻轻的关羽，搬掉了轻轻的曹操，紧接着把戈亚和敖乙全部送上班位，把矛头指向了双边。今天的这场比赛，在我的视角来看的话，就是谁的双边发挥的更好，谁的赢面就会更大。因为最近的比赛，他们的双边都表现得特别出色。先给小雪来个缩长枪，然后把青青这边放 counter 位上。小雪缩长枪是在英雄池里面玩的最好2个英雄，一个苍一个缩长枪。苍这把赢了，缩长枪这把就看这把。看微博这边纳可露露出不出？已经没狂铁和蒙恬了，就是他出纳可的话边路不好配。原坦确实可以，他下把不可那能就是一个站边了，影。交织命运的知己，好扎实的微博阵容，很扎实，真的好双前排互相拆火，对，开团也足够，对，手又长，后期的英雄也足够兜底，执行人间的意志，杨戬，TTG 也不留了，杨戬大司命一起出了，原本我们还在想这一把 TTG 会有没有可能是杨戬朵利亚的那套，对。微博拿下以后，你替老林孤独。好的，老林现在不孤独了，可能开始遗憾了。他在梦过，在微博找到新的快乐。你这说的老林都笑了。最近老林的哲学有点多啊。对。阵容已经出来了，来吧，这第5局赛点局，到你发挥了，擎天教练。
给我们预测的嘉宾指个明路。明路，我看好你看好谁？广州 TTG。OK。那今天秦教练特别的支持九哲教练啊，但这把阵容确实不错。 这把确实不错，这把5-5开啊，这把阵容还可以的，很扎实。这海月打沈梦溪，对吧？然后有个海月可以稳定的控对面打野，然后让自家打野逞龙。然后你说到 TTG 对于后排的威胁的话，他有张飞和杨戬这边的一个配合上也够打对面后排了。对，就是孙小香可能这个点就稍微要多吃点经济。那对方仓也是一样的，就是大家射手都是要往后期打的。而且这把 TTG 如果顶过去，确实他后面也就第6把的话。 他的留下来的东西还蛮多的，是的，就阵容结构差不多，但是 TTG 它胜在一手这个张飞加大司命加海月这个组合控龙非常厉害。对，就是前排强度两边这把其实都拉得比较满。对，啊，然后就是看嘉兴这把大司命的经济了，他如果经济高，微博这套阵容确实拿他没什么办法，你打不掉他，而且你仓这个英雄需要发育。这把是蓝领也打蓝领也，嘉兴更胜一筹吧。来吧。 暖阳这个赛季的圆坦啊，使用的次数不多，5次，但是胜率60%，也不低。究竟谁能够在这一局比赛赢下来？微博距离回到联赛决赛的舞台就差1小局，真正意义上的一步之遥。如果成功，他们将能够重回联赛决赛。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让我们进入双方的第5局。我是9瓶子，我是9柔黄超，我是北京 GG 的秦燕。开局是一个正常的对线。中轴暖阳不想让嘉兴那么轻易的拿到第1波线权，所以上去先凶了一下。 下路也是辅助带射手，苏烈用自己的第1条命去换第1波线权。大司命主要打法就是打猪的循环嘛，看大司命能不能创造圆坦最胜利器。下路的红隼，北京微博轻松拿到。下路你这第1波线对抗的话 ，TTG 的这双人组怎么都打不过微博双人组。主要是因为这个苏烈，对，他第1条命跟你换状态，他太赖了。是的，还有就是。 苍这手狼魂给你招好几个狼魂在那，他吸你刀，你知道吗？对，光是自己这边单位上都比你多上路打得也很凶，引这波过来，刮了波淋雨风暴，打残了青青，但是上路的这个空间之灵应该是 TTG 拿的。对 ，TTG 拿的一个闪现，然后拿个空间之灵，还行。不过传送阵如果抢不到的话，那也就只是一个资源的收入。是的。 就感觉杨戬刚才状态被压得有些难受，这后续的线不好清了，直接把海月往对抗路上先留着，然后杨戬去中路补经济。把青青的杨戬看能不能帮助队伍赢下来。下路动手了，上去打1波孙尚香，赶紧交位移撤走，差一点这波大司命续不续打圆坦这波猪的循环？ 小雪本赛季使用孙尚香的胜场场均10分钟经济是8093，非常高。这把对线是要被压的，对线被压，然后中轴如果控不到的话，沈梦溪中期开始也是要往孙尚香那边打的。对，但小雪这个赛季的孙尚香只赢了3局，他拿了8把，这是第9把，但他赢的局确实经济极高。是的，那微博只要把小雪经济压好就可以了。杨戬1过去，被苏烈顶回来。 然后沈梦溪再接个控，张飞套个盾。大司命红豆不要，直接来帮忙打控这个空间之灵了，想逼张飞一个大招。张飞要交了，不交交不了了，但是还行。这个时间点上面，张飞交大无伤大雅。对，没问题的。后面可以在龙团前再攒起来，就蓝区给他留足野就好了。对。看这把预测。 革命力教练是看好了广州 TTG， 评论写的3位都是看好了北京微博。这把的预测势均力敌啊，主要是2位教练站在了对面，就像刑天教练说的一样，2个人只要不站在同一边，就不会影响到对局。是的，是这意思吧？是的。
也跟黄少说的一样，5-5开，差不多，对，各自都有发挥空间，就看谁的优势点打得好。好，最关键4个龙团就来了，张飞能不能挑打？应该能挑出来。有一个蜥蜴给他攒能量。别躲开！看这一波远端线怎么做，大家都藏了波视野，然后这波在中路看到了。那杨戬可以直接拿线权了，1打1的这时候杨戬是可以拿引线权的，不怕他的。然后杨戬可以先传过来，但这波中线是微博先拿完了，拿完了之后大司命在这个位置直接交1过去看一眼，上去先吸第一波。防御塔部队消失。孙杨这个位置先动龙 ，TTG 先摸龙。微博看样子是要直接给了，因为袁坦已经回去了，他也知道对面在有海月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在这个位置就跟你拼不过的，人家一手海月一手张飞，怎么拼都拼不到，特别难。对，选择直接放。海月拉进去，张飞还能把你管住。海月跟张飞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搭子，龙好搭子，好搭子。他拉到你之后，你赶过来抢这个门，你都不好抢。是的。那4分钟过了之后，微博就要开始打那种压孙尚香的节奏了。沈梦溪可以频繁的往孙尚香那边靠，一直给他消耗。看 TDG 什么时候要尝试一下在边路上突破一下。TDG 这个队一般不会换线，就是给你磕到死。是的。只剩一击，只得耐心等待。他1是不换线，2是不放龙。凝聚即是给予。如果这样一直咳的话，小麦其实在下路还挺舒服的，他能拿红 buff， 但小雪是拿不到的。对，你毕竟是红色方呀。对的。然后上路的话，子墨这边就属于一个你拿线权就你拿线权，我就在塔前慢慢清，我就不给机会。那海月也不太好去抓人，只要经济上不受影响就好了。是的。但嘉兴这把大司命确实很肥啊，4000块了已经。目前是缺氧最高，跟别的蓝领不一样，一定要经济很高。得1号位。这波看看这大司命直接卡一手红背，消耗很惨，那就没办法形成夹击了。下路2打2打不过呀，大司命过来第一下逼退了沈梦溪，张飞大刀也被逼了出来。他的下半途暂时也没什么战况了。微博这把打得稳一点，没有任何问题啊。成为我们的大司命这波进来，想要拼一波，南阳还是交成绩把蓝 buff 给保了下来。对，把这个 buff 顶远了，然后自己再打。凝聚，那么进野区才像嘉兴啊！这下路压力好大呀！今天嘉兴进野区的频率真的很低。我知道，主要是。但是如果不打进野区的话，就不是 TTG 嘉兴的风格。对，他会打得很难受的。是的，他们整个队都很难受。就没有什么节奏点。对。就他的入侵率越高，入侵刷野数越多，小雪击杀野怪、己方野怪的发育也就越多越好，还能造出更多的视野。子墨心率118，现在114，很稳定。他也适应了现在这种让他抗压的节奏，就等青青慢慢送线。现在微博要主动起节奏了。然后这把 TTG 的阵容里面也没太乙真人，是一个单孙尚香，所以他带闪的情况下，团战想上去爆孙尚香还是有机会的。是的。主要是微博主动起节奏，就是要去上路，直接把这塔推了，然后后面可以尝试打一个进攻 TTG 火 buff 野区的节奏。这样的话一举两得，既可以帮助子墨，也可以压制青青。对。这波过来了，拍一下交闪现，轻轻撤走，还好这是个杨戬啊。杨戬一过来，贴身大招第3段没扫到，一技能的后续也没有能够命中。这时候赶过来，大司命打出了苏队的第1条命，那接不了了，没有人可以去点灯。嘉兴拿到了第1滴血，此时还可以顺势进到蓝区，刚好蓝 buff 刷新。上路北京微博对于青青起了杀心，但是青青直接回头一技能反打，率先动手。这波张飞喷完大招之后，逼出了听月沈梦溪的闪现，带着队友 TTG 拔掉了微博的中1塔。这波 TTG 是直接打破了僵局，对，而且是拿到了极大的优势，这一下优势就很大了。反了微博的野区，还推了微博的中塔。微博这个局面现在就要护着双边了。等双边发育起来再打了。下路想抓，但是青青敏锐的嗅觉，同时自己还有法天象地，看能不能退走。
法天将军回了一口，二技能再 A 一下，再 A 一下没有用，微博人实在太多了。下一塔推掉之后，也把青青给击杀。微博的反节奏出的也很快。他这波杀了也不是很赚，上路要掉线龙也要掉。中路这边二塔也被耗了，也掉了兵。这波死无伤大雅。对于 TTG 来说，资源还是能拿到。但看这一波啊，这条龙，微博好像不想放。海月有大，张飞也有大啊，这波龙不是很好拼啊。 元坦砸一下，这样拖到了杨戬复活再出来，那 TTG 就可以再把龙坑抢回来了。主要是你杨戬倒了，大司命、海月、张飞都还在。是，张飞还大招的。而且微博你击杀杨戬这边教了太多技能了。对你没技能，技能真空期了。 继续侵占红区，护着孙尚香，把下路的兵线运到了微博的下二塔。上路的话是子墨带了一波线，二塔互换。小雪的孙尚香这一局比赛9分40秒的经济是6824，他的胜场场均10分钟经济是7406，而他的孙尚香的胜场的10分钟经济是8000以上。 这把孙尚香的经济已经比苍高了。对，对于情况而言还是比较顺的。虽然说前面一直被压，但是他经济是没掉的。小雪在10分钟经济高于均值的时候的胜率是75%。他的这个胜率也是在核心位置上队内胜率最高的。 马上隐刃也要做出来，现在小麦就有点尴尬，他就卡在破晓的一个合成上面了。而小雪他是无尽之后直接来破晓的，所以这段时间里面，小雪其实这个孙尚香耗前排会耗的更多一些。这段时间微博要拖一下小麦装备，砸张飞喷大招，喷到了4个人。但这一波喷完了之后，后续的追击没有跟上，因为此时的杨戬跟大司命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对，但现在元坦状态不是很好 ，TTG 应该会想着直接 rush 要看暴君。 龙已经被打掉了1半的血量，之后想往这边挤，知道张飞没大招，但是挤不过来，沈梦溪给个雷砸一下，苏烈虚大招没有用 ，TTG 还拿到了这条龙，张飞还能跳回来。像这局比赛，在整个前中期的3条龙都被广州 TTG 给控到，把他们这个阵容的一个中野辅的控龙优势给发挥出来了。就该打平推，到 T 最喜欢的环节。 拿到龙，他们就知道该怎么打。开始进野区，拿资源，做线压塔。这个点的北京微博因为射手还没有完全成型，这3件感觉还不够啊，打不动了。对的。而且对面有个张飞，对面有个张飞的话，可以不断的去跳盾，跳盾去顶住他这边的一个消耗。而且 TTG 这把和他也有。 就是孙尚香哪怕被赶走打不了伤害，但是嘉兴大司命这个发育以及杨戬这2个人的输出也不能小觑的。是的，然后赫兹的海月就专门留一手大招，就盯着子墨，对，把影拉走就行了。这把他都不用去防其他人，就防着子墨。小雪他自己注意不要被暖阳的一个元坦给贴身就行了。是星月这边沈梦溪经济太低了，提供不了一个很强的团年消耗。 都会被张飞这手2技能护盾给抵消掉。微博这边想打开局面，还得等什么发育。上路的兵线清掉了 ，TTG 可以不着急，越到这个时候越要稳。看一下两边发育路选手的补刀数差了11刀。 野区经济差了200，主要就是在补刀上面经济差的更多一些啊。哎，这个位置拍到了2级的顶到，元坦砸过来，小雪直接被融了。张飞这时候喷出大招，但是虽然已经死了，想继续往前追击。 这是一个5打4，引跟过来，林峰刮一波，张飞赶紧往回跑，海月不断的给2技能挂控制，阻止追击。这波不小心了呀！这在上路的2塔草梦溪跟从野区出来的暖阳2个人刚好控满了小雪，一个关键蹲伏。他是没有想到自己会
被死了，他觉得自己有闪能走的。 还是个抵抗血，觉得你苏烈这边拍一套，我反应过来，后续控制结束，交个闪现，张飞吼一下能走。都是会交辅助看好，这场应该都必看不到。你毕竟在压着塔呀。是的，有人很正常的，也不知道他会交到那位置，他就觉得自己有闪，还闪现过墙，结果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这波也是连控啊。我感觉他那波一技能翻滚过去，哪怕苏烈虚大过来，他第一时间看到立刻交闪的话，交闪过墙走就行了。对啊，他就跑了。但是他想着去消耗一下那个仓了。啊。这波是断了一下小雪的发育时间、发育节奏。但现在 TTG 又整理回来了，经济依旧是领先的。不过这种画面，微博想要找很难再找到了。对，后面的话就会好好排草，把这个苏烈位置给找出来。再给梦溪这样一个蹲草或者说绕后直接出来的一个机会的话 ，TTG 这把就难了。这边正常做一个消耗。 中路线 TTG 先理完了，理完了回头开始动龙。对，要准备拼团。微博想的肯定是打人。对。跳一剑，张飞2技能跳盾防消耗。他这个盾还是被猫炸的很难受啊。这张飞的血量已经到斩杀线了，这个时候九星不太好顶视野，所以现在看到容易被开，张飞大招喷了。没有喷好。杨戬这波一技能是挂到了袁坦的身上。 杨戬一过来，法天象地触发，这时候微博可以往回推，但是苏烈直接冲过去想开一波，但被双枪拉扯了开来，自己被打出了被动，而张飞这波是先行倒地，而杨戬这波贴到了汤的脸上，但是汤一招闪现往回退了一波，杨戬再换队友上去，杨戬这波一技能赶紧狗兵线撤走，大司命交一技能往生图往回退，孙尚香没有什么输出环境，而九星阵亡之后 ，TTG 减员没技能没状态，微博可以拿到这条暴君。 这波微博他的一个拉扯消耗做得很好，他通过这波就是在右侧河道草中拉扯，把九星的一个状态耗到了个斩杀线上面。那耗到斩杀线之后，你张飞顶不了视野，他顶视野只能选择强开。TTG 有点就是被夹在那，我不得不就直接强开一波。而且这波龙团刚刚喜天教练说的关于沈梦溪的装备，他刚好是日暮之流加面具加上梦魇3件套了。3件套之后，他的消耗在前点消耗的很不错，而且本身在消耗之前，九星的状态就不是很好。是的。 伤害占比44.9%的申梦溪，分均伤害是10000以上，而且他后面还有一颗雷，很关键的是把赫兹他这种海月的状态给压低了。对，现在变成了微博开始入侵 TTG 的红区，上路这波想护线的话也应不进去 ，TTG 肯定是要打防守的。 红区没东西啊，想蹲人啊，然后等线过来，直接把这波线给截了。然后中路的这一波线交汇了，就得回来管中。一颗雷下去，但是刚好张飞套了个盾，治疗加救赎加2技能啊，这个保护能力还是很强的张飞。 野区看到了杨戬，杨戬一技能反狗想跑，愿台2个大砸一下，2技能再顶一手，仓开启了逐日之弓上去点了一波消耗。现在 TG 这边就只能看杨戬2闪这波操作能躲到仓，然后配合张飞把他杀了。青青是苍穹加上暗影战斧加上破军的出装，他这一套装备如果要是摸到小麦，很可能直接把他秒。 苏烈想找绕后的一个机会，TG 必须得开了，不然他扛不住猫消耗。高张飞盾是不够的。哎，袁坦先上去卖，那海月这个大招拉过。哎，这一波杨戬过来贴到了，青青成功抓到了小麦，将小麦处理掉，没有了大赦。依旧是青青对于小麦这种定防实在没办法，出来之后暖阳再被击杀，引这个位置开大想跑，大司命在追击。 又是青青，
他这种关键时刻站出来，直接击杀掉对方射手之后，北京微博就没有伤害可以再去应对大司命和杨戬了。他在这个左草蹲了蛮久啊。但我觉得这波他还是很不小心的。这波杨戬二闪其实很明的，之前完全搞掉视野的话，而且有闪现，不应该会死。这波我觉得切仓难度挺高的。 你毕竟双前排加上影的话，你3个人帮你去挤这个位置，还有猫能看视野啊。中路的高地塔 ，TDG 突破掉。下路的暗影之境 ，TDG 没有退啊，在红区等了一波，再打个回马枪。这局比赛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刷风暴龙王。 暴风龙可是 TG 的强项呀，龙团。对，龙团。因为他们前面上半场就有一把风暴龙王团翻盘。下路的高地 TDG 依旧是对北京微博完成了突破，中下双高全破。再回头，滚一波也去经济啊，这条龙是拿不了了。对，现在孙尚香和杨戬的经济都够换复活甲了。这波就看杨戬能不能再来一次上波操作。小麦不能这么死。 小麦他是一个很能打输出、很能切双 C 的选手，但是同样的，他的场均团战死亡顺序是1.1啊，死得太早了。看这波杨戬再一个绕后卫，对，张飞这个位置在卡位置，下路还有个龙兵要进去，这是要把微博给拦住。但是家里有一个子墨在，子墨可以直接把兵线给推出去，但在正面听月已经先被处理掉了。杨戬这波跟过来，法天将你触发，在少了个沈梦溪的情况下，正面也不是很好打了。 这样造了一个听月的减员，刚好风暴龙王刷新 ，TDG 可以不用着急，直接回头去动龙。这波杨戬绕得非常好，顺着下路的兵线就挤过去，给到北京微博2个压力，一个是后排被绕，一个是水晶的压力。是的，然后现在的话，杨戬还单防住了一个影，不让他绕出去。对。 那正面这里再让赫慈的海月去盯守暖阳的位置，这条风暴龙王就是广州 TDG 的囊中之物了。风暴龙王，哎，苏烈这一波在侧边给了个大招，差一点点。对，他是想抢龙吗？是想抢啊，他是想抢龙，而暖阳这个位置从幻海音乐里出来之后，也被孙尚香给收掉。微博持续的掉点，再加上广州 TDG 拿到了风暴龙王之后，我应该守不住。这局目前。 TDG 是非常有机会的了，兵线进来要直接破水晶的。微博4个人艰难的防守，但兵线已经进去了，可以直接点加。冲出来张飞给大刀直接喷到人，苏烈这位想拍大招，拍一下拍到了4个，但是没有任何意义。而且顶回来之后被打出了被动，兵线进去之后直接点加，让我们恭喜广州 TDG 扳回一局，将这场 BO7 延续下去。关键的中左轻轻杨戬逆转乾坤。 也将这场 BO7 拖进了第6局。